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假面骑士是非常出名的特色 IP， 在世界各地都拥有非常多的支持者，而当年的首发联名游戏应该是非常受到欢迎的，结果就变成了一款非常知名的鬼畜游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本次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游戏《假面骑士俱乐部》（Kamen Rider Club） Kikidoji Shokaden。其实魔王很久之前就想要介绍这款游戏了，因为当年这款游戏是假面骑士的第一款挂名游戏，虽然真体游玩的方式很有创意，主角又是假面骑士，但是玩了之后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当年咬着牙把它全部玩到破关了，但是一直觉得哪里有问题。多年之后看了这款游戏在日本的网络评价，才知道它原来是一款跟魔界村、冒险岛、恶魔城、忍者龙剑传一样知名的鬼畜系游戏。是说一个好好的挂名游戏，为什么变成恶魔系的鬼畜游戏呢？假面骑士是1971年4月3日由东映制作的电视特色作品。原作漫画的作者是石之森章太郎。他以特殊的摄影方式，主角会改造人而能够变身的设定，带起了当时的儿童节目热潮。而由于节目的成功，每一年依照惯例拍摄假面骑士影集，直到今日。而假面骑士俱乐部是由 Tosei 公司所开发，在1988年2月3日由邪恶的万代公司所发行的一款作品。以假面骑士系列为特色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值得一提的是，本作是假面骑士系列的第一个电玩游戏作品。故事情节是说到，邪恶的修卡组织因为嫉妒假面骑士的活跃，于是命令手下的科学家发明了可以将人变成二头身比例的 SD 光线。但由于 SD 光束的失控，不仅是假面骑士们，就连修卡的怪人们也变成了二头身的傻瓜样。被激怒的假面骑士们便冲入了修卡帝国，于是就展开了假面骑士俱乐部的故事啦。本作基本上是以假面骑士 Stronga 的最后一话光荣的7人骑士作为基础而设定的游戏。但是等等，我怎么算都只有6个人啊，莱达梅呢？为什么没有假面骑士4号莱达梅呢？莱达梅雪少女の最後を見ろ！基本上，本游戏分成2个模式：地图模式跟战斗模式。地图模式中，玩家可以到商店里面购买相关的战斗道具，也能够到改造室恢复体力跟技能，甚至能够邀请骑士们来助拳。战斗模式就是以 RPG 的形态进行，玩家可以进行一般的攻击，使用道具、必杀技以及逃跑的方式来进行指令。除了可以看到几位假面骑士的经典必杀技之外，更具特色的就是战斗是以指向扑的连打A钮方式进行。我们用推挤敌人的方式让敌人去撞墙，而人物的造型也非常的可爱。每个骑士都有自己各自的差异，比如说奔跑跟爬墙的速度，还有跳跃期间停滞在空中的时间长度。而游戏中的修卡帝国一共分为5个区域，假面骑士1号、假面騎士2号跟假面骑士 V3 作为游戏的主角，各自负责进攻一个独立的区域。假面骑士1号负责的区域是修卡平原 （Shokaland）， 假面骑士2号负责的区域是修卡城 （Shoka Town）， 而 V3 负责的区域是修卡山脉 （Shoka Mountain）。在过关之后，每一个骑士将不会继承前一个骑士所拥有的金钱跟物品。在各地区，假面骑士亚马逊、假面骑士 X 跟假面骑士 Stronga 将会以助手骑士的身份出现，并且在商店以3万元的价格购买加入该团队，而该区域的助手骑士将在各关结束时离开。此外，各关通关之后，地图的最后2个区域修卡丛林就是修卡 Jungle， 还有修卡 Tower 就是修卡塔的区域，将会只剩下假面骑士1号、假面骑士2号跟假面骑士 V3 3个人独自奋斗。本作是让假面骑士变为 SD 版大头的游戏，动作画面看起来虽然像是动作游戏，但是战斗场面却像是半熟英雄系列一样。它将横向动作、战斗系统 RPG 与即时的元素相互做结合，作为一款角色扮演游戏，这一款游戏在系统上其实堪称匠心独育的佳作。但就如同在任天堂同一时期推出的许多高难度鬼畜游戏作品一样，本游戏后来也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恶魔之作。那么它到底有多鬼畜呢？魔王一共分析有下面5点。
首先，这款游戏是一款令人绝望的连打地狱。首先，战斗画面需要一直死命的连打，地图画面要攀爬墙壁也需要连打，在空中调整位置也需要一直连打。你都爱一滴球，一滴球，一滴球。对于不擅长连打又没有连射摇杆的人来说，真的很痛苦。而这款游戏应该只是希望让大家把遥控器手把上的按钮给按坏的吧。再来，本款游戏无法存档或接关。这个游戏如果正常玩的话，玩很久，而且无法中断。尽管是1988年发布的游戏，但是居然没有密码或存档等接关功能。早在前一年的1987年12月，带有备用电池的《太空战士 Final Fantasy》已经问世。还有在此之前，使用密码形式接关的游戏，早在任天堂早期的游戏就存在了。如果两者都不采用的话，你也可以使用减少关卡或跳关等捷径的方式来做调整。但是本款游戏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这样处理。顺带一提，通关游戏的预计游玩时间约是30个小时，正常人几乎没有办法一口气玩那么久。当年魔王是偷偷的把电视关掉，主机开着3天才通关破台的。结果后来好一阵子都不想要再玩这款游戏。接下来是赚钱需要很长的时间。当年游戏的制作小组应该是对钱有很深的怨念，因为在游戏的说明书上直接写着とにかくお金がなくて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就是没钱，反正什么事都办不成。本游戏内加入了 RPG 的元素，打倒怪人跟战斗员的话，经验值会增加，骑士的等级也会上升。然后打开下一阶段入口必须要有一定的金钱，但问题就出现在钱这件事情上了。各个关一共有4个场景，各场景需要2万、4万、6万、10万才能满足通关条件，也就是说，过一关一共需要22万。如果合计要通关，一共要累积147万左右的钱。另外，助手骑士各要3万，改造式的生命恢复要5000，技术恢复要2000，复活要花2万。所以游戏里面要花一大笔的钱。但是在战斗里面击败敌人所获得的金额，就像麻雀的眼泪一样少，所以收集金钱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了。虽然可以透过击败怪物跟战斗员，还有摧毁沿途的方块来获得金钱，但如果在地图模式里面直接打倒敌人，可以不进入战斗系统而收集资金，但是这样的话就出现没有办法获得经验值的问题。再来，如上所述，如果一名骑士在战斗中阵亡，他们所有的财产就会当场被没收一半，而且复活的钱也太多了。虽然游戏里面有一个众所周知可以在轮盘里面获胜的秘技，但是用了这项秘技升级跟探索地图也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一般的儿童要在正常的游戏时间内过关，还是太过于严苛了。所以一般的玩家为了快速的获得资金，基本上当年都是用轮盘赌博的方式来增加金钱的。是说一直花时间沉迷在赌博上，这真的是一个英雄的行为吗？再来就是升级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里面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因不同的骑士而有差异，但第1集到第2集需要20到40的经验值，之后升一级都需要100的经验值以上。另外一方面，小兵跟杂鱼的经验值大概是1到5，最后一关的小兵大概是2到12。而且就算是在这些杂鱼里面，基本上我们也打不过1级的强大杂鱼。而在打倒怪人的经验值大概是数十个经验值而已。而打倒各关的首领的经验值约有100以上，当然你需要升级之后才有能力打败他们。结局就是骑士们只能针对弱小的小兵来诛杀，然后缓慢的提升等级，只能等待等级慢慢提升之后，才能慢慢的打败比较强的杂鱼跟怪人，那是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的。再来是本游戏有非常多不合理的瞬时要素，像这个游戏里面的怪人有一些拥有让我方无法动弹的特殊能力技，比如说骑士2号在修卡城修卡烫地区的魔王鱿鱼恶魔，还有 V3 在修卡山脉修卡 Mountain 地区遇到的蜘蛛男，还有魔王卡拉卡兰达。这些难缠的敌人在进入了最后的修卡 Tower 里面，全部都变成小兵而频繁的登场。通常这些是在骑士升到第4级之后就能够打赢的对手，但因为他们特殊攻击，有的时候练到最高等级也都有全灭的危险，所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跟金钱，也有可能在瞬间全灭。这就是本游戏里面不合理的瞬时地狱啦。好来，虽然当年有很多不合理的设计要素，但是它也是大家公认的名作之一，也是从这款游戏之后开创了假面骑士的 SD 游戏跟周边商品系列。现在各位变态还好，模拟器的帮助，我们除了可以直接用按钮调整成连射之外，还可以减少赚钱还有练功的时间。那我们就在这边摘录一下最后一关的修卡首领的挑战画面。
好来，魔王要先说这个影片后面魔王又重新录制又重新上传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呢，概念都有一些无聊的正义魔人就说，魔王你怎么把作者的名字念错一个字？概念三小，妈的，搞得好像是林北把他阿公的金刀王拍破。所以刚好魔王也想说啊，这个是魔王第一款录制的任天堂游戏，就想说啊，那干脆就顺便重录一下好了。这概念就是这样。好来，我们现在对决修卡首领这个独眼的修卡首领，其实每个骑士都是有30秒的攻击时间。我们现在撞完之后换 V3， V3 我们选一下必杀技，就用他的多林库 attack， 就是旋转攻击。我看另外多林库 attack。该怕了，少血之后，然后赶快撞他。那基本上我们综合能力最强的就是 V3 了啦。那这个修卡首领他虽然他的体力值很高，但是他没有特殊攻击啦，也没有什么必杀技，所以只要基本上你把骑士练满了，然后你的连打的速度快一点，然后要打赢他应该问题没有很大。他们撞了几下之后，有效的去消减他的体力值。等一下应该就要换1号了。好啦，果然换1号了。那我们换一下1号的绝招 ，Lightning Block， 就是膝盖撞击的意思。这个也是他变成新1号之后，然后才使用出来的新技巧。基本上1号跟2号的话，就在这个游戏里面设定它有点不均衡啊。但就是1号比2号好用，特别是打小兵的时候，打那些杂鱼1号的技术值比较高。好了，我们再撞一下，应该它就串起来了。安尼首领就被我们上去往生给到世界。好啦，接下来就是战斗员，剩下这个1号跟4号战斗员，基本上就随便打，应该就串起来了。来打开始，两开下，一只就串起来啦。然后剩下最后一只，我们就用 V3 的绝招，要用多几招？看，直接把他打爆啦！靠腰他绕跑啦。好啦，那这样我们就把首领给打赢啦。直接看破台通关画面，然后就说假面骑士大集合，恭喜你啦！后面那多就1号、2号 V3， 亚马逊 X 跟 Stronga， 大家都跑出来跟你说恭喜你，你都破台啊！这个游戏的通关画面还是比较单调比较有点闷。好啦，那这款游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啦，下次有机会再帮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怀旧游戏。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